交警正在路口查酒驾，结果一辆摩托车却突然调转了车头。驻队见状连忙冲过去准备叫停，可结果对方竟直接加大油门逃离。好在驻队果断开枪击中了快速行驶的摩托车，这才导致对方狠狠地摔倒在地。然而等他们追过去准备进行抓捕的时候，没想到男人竟拖着受伤的身体逃到了附近的废弃工厂。男人的反击立马就让驻队确认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纹身男，于是立马带着大部队就将厂区给包围了起来。虽然很快他们就开枪打中了纹身男的腿部，但就在大家准备上前将其活捉的时候，不料这时纹身男竟直接扔出了一颗手榴弹。原来前天晚上警方在监控中发现嫌疑人陈楚川似乎想要跑路，于是驻队跟韩队便立马驱车准备前往拦截。可不料当他们好不容易追上陈楚川的车时，却震惊地发现陈楚川居然已经被人杀害。虽然凶手在现场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但法医那边却从死者的身上找到了嫌疑人的生物信息。我们跟数据库做了对比，现在可以确定嫌疑人叫王波。随即驻队便立马开始对王波展开了追踪，可结果他们却发现王波居然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根本就找不到对方的行踪。不过好在王波涉及的并不止这一起命案，而且所涉及的案件也都跟毒品有关，所以省厅便立马就成立了专案组，让刑警队跟缉毒队展开联合调查。虽然现在他们找不到王波的下落，那么缉毒队长便提议可以先从毒贩诺莎开始。半年前我们得到线人的报告，诺莎呢近期会有活动，而且已经派人到了我们合成地区。虽然并没有情报表明他们要来干什么，但缉毒队长却觉得大概率是为了交易新型毒品而来，因为他们根据统计发现传统毒品的交易量在近期逐步锐减，所以他断定肯定是有新型毒品在逐步的占领市场。而根据齐思哲在最近几起案件的尸检中发现，几名死者在生前都接触过这种新型毒品，并且他们还已经证实新型毒品跟几年前捣毁的毒品原钻在核心药物原子成分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新型毒品很有可能是原钻的升级版。可制作原钻的整个团队明明当初都已经被警方成功捣毁，现在为什么又会突然出现升级版呢？然而就在缉毒队长思索该怎么入手调查的时候，不料这时刑警队竟又放出了一个嫌疑人的照片，他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是诺莎的手下，于是当即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彪子一直都是在国外活动，在国内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实样貌，所以他决定先抓捕这个彪子，然后再利用对方的身份跟本地的毒贩接触。果然很快警方便通过摸排找到了彪子的住处，并成功将其给抓了起来。随后在对几人进行突击审讯之后，警方便让跟彪子一起出来的乌鸦带路，将韩队伪装成了彪子的样子与毒贩交易。乌鸦，蛇姐，经常听说你们司令的丰功伟绩。虽然明知两人就是境外司令的手下，但蛇姐却依然按照规矩对两人进行了搜身。在确认两人身上没有任何武器后，蛇姐这才放心地将他们往楼上带去，却殊不知此时这里面的一幕都被微型摄像头给传了出去，而警方也立刻通过数据库检索到了蛇姐的真实身份。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个卖淫女为何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当上毒枭的小头目，但缉毒队长能肯定的是这其中必定会有猫腻。而结果也正如他所料，韩队在与毒贩孟先生接触后，当即便利用信号器给他们发送暂停行动的暗号。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行动取消。为什么呀？韩风可能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与此同时，警方也终于在监控中发现了王波的身影，于是驻队便立刻带人到必经之路上设卡拦截。可结果虽然他们成功将王波抓捕归案，但驻队却直接被送进了抢救室。